眼见不妙，楚风赶忙向旁闪躲。而在楚风闪躲之际，他的气息也是被对方所捕捉到。一品真仙感受到楚风的气息，那位宛如仙女一般的女子也是微微一愣，但是很快的，她的手掌自乾坤袋划过，2把长剑便出现在了掌心之上。这2把剑一模一样，剑柄为青蓝色，剑柄为银白色，没有华丽的装饰，可却剑芒四射，气息逼人。这2把剑皆是半成仙兵，并且品质极强，竟在楚风的神龙血齿之上，手持2把半成仙兵。女子的攻势更加凌厉，她脚下未动，可是随着手中的长剑连续刺出，一道道剑气也是撕裂空气，以极快的速度连续向楚风正面刺来。眼见不妙，楚风赶忙亮出神龙血齿，可是对方的攻势太过凌厉，哪怕楚风凭借神龙血齿增加了自己的战力，可是面对对方的攻势也是难以躲避开来。此等情况之下，楚风不得不用神龙血齿去挡开那不断袭来的剑气。每当剑气与神龙血齿相互碰撞，便会发出同钟声敲响一般的声鸣，以及耀眼肆虐的火花。最重要的是，每次用神龙血齿挡开那剑气，楚风都会感觉握住神龙血齿的手臂剧烈一颤。几番交战下来，楚风竟然有种麻痹的感觉，这丫头好厉害！楚风惊讶不已。虽然从刚刚感受到此女气息的时候，楚风就断定此女很强，可是当真正交手之后，楚风才意识到此女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厉害。对方压制自己，绝对不仅仅是半成仙兵占据了优势那么简单，她自身战力也是不凡。至少单纯论战力而言，她的战力绝不在楚风之下。猛然间，一声巨响传来，这一次磅礴的剑气如同江河之上的巨浪滚滚而来，气势逼人，已经封掉了楚风所有的退路。此乃祖境武技。这个女子出手非常狠辣，是要直接杀掉楚风。可就在那磅礴的剑气将要吞噬楚风之后，一道金灿灿的光芒却自楚风身前浮现，那金芒四溢，如同阳光普照一般，竟然就那样硬生生的将那剑气给吹散开来。这一刻，那女子终于停下了手中的剑，那双凌厉的美眸之中再度涌现出一抹惊讶。此刻，一把长达几百米的金色巨剑横在楚风的身前，威严霸气，舍我其谁。最重要的是，此剑出现之后，楚风的战力已经完全盖过了他。他能够感受到楚风的战力已经可与2品真仙抗衡，而一切都源于那金色的巨剑。你是何人？女子问道。她很是平静，哪怕楚风施展出了远古战剑，但少女的眼中却也没有一丝惧怕。你先告诉我你是何人，我就告诉你我是何人。楚风说道。听得楚风这样一说，那女子忽然笑了，她这一笑甚是迷人，就如同在万里冰川之上，一朵莲花盛开，美得令人心醉，令人沉迷。我是何人，你是无法知道了，但你是何人，我一定会知道。女子笑着对楚风说道，她笑得真的很美，此女绝对是那种一笑倾城的级别。可是楚风却从她的笑容中感受到了深深的危险，但哪怕如此，楚风却也不惧，不仅不惧，楚风反而也笑了。我敢保证，你若不对我说你是何人，那你就一定不会知道我是何人。楚风说道。嘴硬。此女说完此话，眼眸之中凌厉大盛，随后她的身上竟然散发出青色的火焰，青色的火焰如同铠甲一般附在女子的身上，而那明明是火焰，可是已经出现迎面来的并非是炙热的气息，反之一股寒冷刺骨的气息弥漫在这大殿之中。此刻就连楚风也是感觉有些难以忍受，因为眼下这名女子的气息已是提升到了2品真仙。这位妹子，恕我直言，你有点不简单哟。楚风笑眯眯地说道，虽然表面波澜不惊，可内心早就起伏不定。众所周知，踏入真仙境，无论是天赐神体还是传承血脉，凡是能够提升战力的力量都被封锁了，唯有天赋异禀者才能解开这些力量，而只要解开这种力量，那必然就是鹤立鸡群，成为人中龙凤。此女不仅解开了天赐神体的力量，竟然还具备跨越1品的能力，足以见得她所具备的天赐神力是极其强悍的。但哪怕如此，楚风却也并未惧怕，毕竟楚风也并非寻常的1品真仙，还敢贫嘴。对于楚风的调侃，女子倒也没有生气，反而又在其近乎完美的脸颊之上绽放出了迷人的笑容。可就在女子的脸上绽放出笑容的同时，她便对楚风出手了。这只是一道寻常的剑气，可却比先前的祖境武技还要凶险数倍。然而面对刺来的剑气，楚风却动都不动，唯有其眼眸之中闪烁出了9色的雷霆。下一刻，楚风的威压横扫而出，竟硬生生的将那剑气吹散开来。这一刻，女子终于不淡定了。莫说其眼眸之中有惊讶之色，就连其波澜不惊的脸上也是浮现出了浓浓的惊讶。她不再继续出手，而是开始上下打量齐楚风，一双美眸在楚风的身上扫个不停，而关注最多的则是楚风额头之上那由雷霆交汇而成的神字。观察片刻后，女子又是嫣然一笑，她笑得很美，就好像之前都是误会一般，说道，原来你是处世天族的人，想不到处世天族还有你这么一个隐藏的人物。你额头之上的雷纹很不寻常，莫非你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对于女子的问题，楚风也是淡淡的笑了，随后说道，妹子，你猜错了，我可不是处世天族之人，不是处世天族之人。女子眉毛轻挑，笑得意味深长，显然她并不相信楚风所说的话。不过不管她信或不信，楚风都已经被这个女子的笑容所吸引了。楚风发现这女子真是奇特，她不笑的时候冷若冰霜，似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不近人情的冰雪美人，可是当她笑的时候却又妩媚迷人，仿佛能够勾人魂魄。假如说她不笑的时候是不染凡尘的仙女，那么当她笑的时候便是迷惑众生的妖女。你叫什么？女子问道。
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楚风问道。你真不认识我？女子问道。显然是不认识。楚风说道。此刻，女子撅起了小嘴，有些傲娇，但更多的是对楚风的话产生了怀疑。没关系，你早晚会知道的。不过那东西不属于你，还给我吧。还给我，我便不难为你。女子指着楚风手中的球体说道。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是我捡到的。楚风摆弄着手中的球体说道。你还真是会说，难不成你在别人家里捡到的东西就成你的了？女子问道。这里显然不是你布置的。楚风指着那座大阵说道。但这里的确是属于我的。女子说道。如何证明？楚风问道。我若证明了，你便将你的名字告诉我，如何？女子说道。楚风思索片刻，随后说道。也不是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女子说道。一言为定。楚风说道。驷马难追。女子笑着补充道。话罢，女子便走到楚风近前，且从楚风身旁走过。当女子靠近后，楚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女子身上的香气。这股香气并非是某种物质散发而出，更像是女子身体散发而出，此乃体香。楚风不得不承认，这女子还真是一个少见的尤物，至少足够赏心悦目。眼下，女子已是站在了大阵之前，她取出一块特殊的令牌，令牌丢入阵法之中，她单手捏诀，随后轻喝一声停。下一刻，那座阵法竟然就停止运转。随后，女子手上的法诀转换，又喝一声转。下一刻，那座阵法竟然又继续运转。这里还真是她的地盘。女王大人有些惊讶，显然她也没有料到这里真是这个女子的地盘。可是楚风注意到的并不止这些，在这女子催动那令牌的时候，楚风注意到这女子竟也是一位蛇纹级仙袍界灵师。显然修武与界灵的天赋，这女子都不弱于楚风，毕竟她的年龄要比楚风还小。楚风初步判定，这女子很可能是与黎月儿一个级别的妖孽。说吧，叫什么？女子转过身来对楚风问道。楚风。楚风说道。还说不是楚氏天族的人。女子一脸傲娇，她是觉得自己之前猜对了，我的确不是楚氏天族的人。楚风说道。嘴硬，不过没关系，我会调查清楚的。女子说道。可就在这时，楚风忽然目光一变，他的心跳竟然也为之加快。我不知道这里有主人，擅自闯入，是我不对，在这里对你赔个不是。楚风对女子抱拳，鞠了一躬，不知者不怪，把他还我就行。女子指着楚风手中的球体说道。楚风将球体丢给了女子，说道。欠你的，我日后会补偿你。说罢，楚风便转身准备离去。楚风。可就在这时，那女子却是忽然开口。怎么了，妹子，不打算放我走了？楚风笑着问道。楚风，你可要答应我，这个地方你一定保密，不能与任何人说起哦。女子说道。一定。楚风说道。那后会有期。女子笑着说道。这抹笑容很是迷人，也很是温柔，让人心醉。但是楚风却并没有受这笑容所迷惑，淡淡一笑。后会有期。话罢，楚风便直接离去。楚风走得很快，离开这里后便快速地向神山外行去。走这么急干嘛？怎么不多与那妹子聊聊？本女王觉得她对你印象不错的样子，而她有如此天赋，又有着如此修为，定然有着很深的背景。若是与她做了朋友，对你在这大千上界站稳脚跟，可是会有帮助的。女王大人说道。不知为何，我忽然有一种很是不安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必须尽快离开那里。楚风说道。这种感觉是在女子运转阵法之后才产生的，况且那女子本身也很危险，她之前对我可是直接要下杀手的，但是她忽然间就转变了态度。楚风说道。那是因为你展现出了神罚玄功，战力得到提升，再加上远古战舰的逆天战力，他不是你的对手。楚风说道。不，他并不是因为这个。楚风说道。那是什么？女王大人问道。是他觉得我是楚氏天族的人，所以他并不是惧怕我，而是给楚氏天族面子，并且他从始至终都不怕我，他一定还有依仗，至少他觉得我一定不是他的对手。楚风说道。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依仗？女王大人问道。要么是他有着能够胜过我的手段，要么是他身后还有帮手。楚风说道。那可就不妙了，速速离开这里。另外，先不要去那能通往荒原的光芒漩涡，免得被他们发现。女王大人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淡淡，你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心有灵犀吧？楚风笑着说道。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贫嘴？赶快给本女王跑路。女王大人说道。遵命。楚风笑着说道。话罢，他便施展出了自己的所有本领，以最快速度向神山外行去。此刻，还是那座大殿内，那女子的身旁已经出现了一位老者。楚风猜对了，这女子果然不是自己一个人。这位老者穿着一件灰色的麻布长袍，这长袍很是破旧，甚至缝缝补补，可却一尘不染，并且这位老者一头白色的长发，以及长长的胡须，洁白如雪。最重要的是，这位老者的气息非常的深厚，让人无法看透。师尊，我怎么没听过楚氏天族还有这么一个楚风啊？女子对老者问道。人家不是说了，他不是楚氏天族的人。老者淡淡的笑道。不是楚氏天族的，我可不信。女子摇了摇头，哈哈。老者笑得更加大声，却散发着几分嘲讽之意。女子听出了这笑中的嘲讽，不由问道。师尊，他真不是楚氏天族的，莫非是其他上界的？这就不得而知了。老者说道。早说啊，若不是楚氏天族的，就不该放过他。女子说道。放了也无妨。老者说道。万一他传出去呢？女子说道。他不会。老者说道。师尊怎么如此信他？莫非你认识他？女子问道。自然不认识，只是直觉告诉我，此子人品不差，应该是个一言九鼎的男儿。老者说道。师尊这么说，我倒放心了，毕竟师尊看人从未错过。女子说道。只是这个人有些莫名其妙，居然还说欠我的，日后再补偿于我，不知道意欲何为。
女子后知后觉，意识到楚风这句话另有含义，但她却想不通到底是何意思。他当然欠你的，老者说道。欠我什么？女子问道。傻丫头，你何不仔细感应一下这混沌化圆球内的天地能量？老者说道。听得老者的话后，女子便感应起来，而这一感应，她的目光顿时大变，竟然空了，积攒了10年了，应该满了才对，怎么忽然就空了？女子看向老者，一双美眸不定地闪烁着，似是想要寻求答案，而老者只是笑而不语。是他，是那个楚风，可是他怎么做到的？我看了门口的阵法，应该刚刚布置不久，那他进入此处也应该没有多久才是，怎么能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将这混沌化圆球内的天地能量全部掠走？女子甚是不解，她非常清楚，想要将球内的天地能量取出，必须用相对应的法宝才行，除此之外，便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直接炼化。可是这天地能量被通过阵法收集，又强行压缩在这球体之内，早就产生了变化，异常的狂暴，根本不可能有人将其炼化。你问我，我去问谁？此子能够找到此处，已是不凡。老者说道。该死，难怪对我说那种话，并且溜得那么快，原来是个小偷。不行，我非要去找他讨个说法。女子说话间便拔空而起，向外追去。晚了，人早走了。老者说道。该死！听得此话，女子气得直跺脚，甚至眼中涌现出了杀意。师尊，你早知道他偷走了天地能量，怎么不拦住他？人家不是白等了10年吗？女子气鼓鼓地对老者问道，语气中有些埋怨。哈哈，我说过了，这里交给你了，便由你来管理，你自己没管理好，又能怪谁呢？老者笑着说道。女子撇了撇小嘴，这个模样看似可爱，可是她的目光却越来越复杂，令人捉摸不透。楚风离开那里不久，那种不安的感觉便渐渐地消失了。只是楚风依然不敢去光芒漩涡那里，他害怕那女子身后有高人守护，害怕那高人暗中跟踪他，而那光芒漩涡连接着那神奇的荒原，楚风可不想其他人得知这件事。可是楚风却又心有不甘，所以他走下神山后，并未直接离开，而是从神山之外继续观察起来。楚风想的是，神山如此之大，又如此神奇，既然有人利用身上的某种力量布置了一座那样的阵法，那搞不好还有其他人在这神山之上留下了其他东西。而令楚风庆幸的是，没过多久，他又发现了一处不寻常的地方。这个地方并没有先前那女子掌控的大阵那般明显，可楚风却足以断定那里定有蹊跷。随后，楚风便再度进入神山，并且直接抵达了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与先前那座能够吸收天地能量的大阵一样，楚风到达区域后根本发现不了任何特殊的地方，这足以证明对方隐藏得很好。此等情况之下，楚风只好再度使用阵法与天眼配合，而所幸的是，这一次再度成功了。这是一个隐藏在地底深处的遗迹，只是楚风却无法进入，因为这座遗迹的唯一入口是一座暗紫色的大门，此门高达100米，宽达50米，竖立在楚风面前，如同一座小山一般，将楚风对比得很是渺小。而这门似是石头打造而成，可却非常的坚固，楚风的实力根本无法将其破开，并且在这大门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图案，那图案竟然你全部是头骨，狰狞恐怖，不仅是人的，还有诸多妖兽的，栩栩如生，很是诡异。楚风，这个遗迹怕是不简单啊！看到这座大门，女王大人说道。但你说的不简单，是指这遗迹很危险，还是说这遗迹内会有宝藏？楚风问道。单是这门已是魔气滔天，怕是这遗迹极其凶险，你最好还是不要打开这门为好。女王大人说道。她很少惧怕什么东西，但是这门却让她有一种很不安稳的感觉。这门就算我想打开也根本打不开，必须有特定的钥匙才行。楚风指着那大门的中心区域说道。在那里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很小，大概2个巴掌的大小，凹槽的形态很是奇特，但大概可以看出这个钥匙应该也是与众不同的。既然打不开，那便走吧。女王大人催促道。她越发的感到不安，想让楚风尽快离开此处。女王大人觉得此处乃是一个不祥之地，遵命我的女王大人，小的这就离开。楚风笑嘻嘻的说道，随后便离开此处，向神山外航去。我的女王大人为何催促我离开？莫非你也有那种不安的感觉？楚风问道。原来你也有？女王大人很是惊讶。有，不过你还在界灵空间内，本应该感受不到这种不安才是。看来这是一种视觉冲击力，单是看到就会在人的感受上做手脚。楚风说道。你这是何意？楚风问道。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是这个大门之后的确隐藏着难以预料的凶险，而第2种可能，这是这里的创造者凭借特殊的手段故意给人的一种错觉。实际上这座大门并没有那般凶险，但是这种让人不安的错觉会将来到此处的人吓退。楚风说道。那你觉得那种可能是真的？女王大人问道。不好说，都有可能是真的。楚风说道。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第2种是真的。女王大人说道。为何？楚风问道。有什么东西能让本女王怕过？一定是错觉，是假的。女王大人扬着那绝美的小脸，很是傲娇的说道。一定是这样，我表示赞同。楚风装成一副很是认真的样子，点头附和道。之后楚风走下神山，便再度用天眼搜寻起来。只是这一次，楚风足足绕着神山走了一圈，却也没有再发现其他不寻常的地方，这让楚风有些失望。毕竟这神山太大了，凭借天眼仔细观察1周，足足耗费了楚风一个数日时间。可这么多天竟然毫无收获，自然会多多少少的有些低落。从外面观察无果之后，楚风并没有盲目的进入神山内部搜查，而是回到了宋喜的家。楚风是来与他告别的，因为楚风准备离开此处。如今宋喜的母亲还未苏醒，但是无论是气息还是面色，都已经不再像是一个病人。
这让宋喜越发的坚信楚风真的将其母亲体内的毒驱除干净。见到楚风回来，他感激不已，连连道谢，甚至还要向楚风下跪。行了，你怎么总是这么客气？说多少遍也不常记性。楚风无奈地瞥了宋喜一眼。楚风，真不是我客气，可你毕竟是救了我母亲的性命，此恩之大，我无以为报。若是再不感谢你一番，那我宋喜也太不少人了。宋喜说道。谁说无以为报的？现在我就给你一个机会。楚风说道。楚风，若所有事您尽管言语，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宋喜也在所不辞。宋喜说道。倒没那么严重，只是你知道有什么地方能够搞到炼制兵器的材料吗？楚风对宋喜问道。虽然宋喜修为不强，但此人也曾走南闯北，尽管谈不上具有怎样的见识，可是对于这大千上界的情况，他还是多少了解一些的。尽管楚风急切地想要找到王强等人，可是却也不能忘记来到这大千上界的任务。既然眼下没办法找到王强他们，楚风便只能继续做好自己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可不是寻常的任务，而是要得到楚氏天族的认可。可是想要得到楚氏天族的认可，楚风就必须尽快提升实力，因为在神山那座大阵内炼化了磅礴的天地能量。楚风现在体内的天地能量已是足以他突破多重修为，他现在最需要的便是突破修为的契机。而凭借天君炼兵谱，楚风倒是能够领悟修武之道，有机会获得突破修为的契机。只是炼制兵器却也需要材料，楚风现在可并没有太好的材料，所以必须寻找炼制兵器的材料吗？你想要什么品质的？宋喜问道。强化半成仙兵。楚风说道。经过与女子的交战，楚风意识到他的神龙血齿虽为半成仙兵，可是品质还谈不上极品，所以楚风想要强化他的神龙血齿。强化之后，神龙血齿能够提升的战力自然也会变强，并且在强化之际，楚风觉得他在修武之道方面也会有所收获，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强化半成仙兵的材料，这可不好搞，容我想想。宋喜拖着下巴陷入了思考。有了，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试。忽然，宋喜说道。什么地方？楚风问道。这件事情我也只是听闻过，但是从没去过。宋喜说道。说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楚风说道。仙兵山庄，传承悠久，乃是大千上界锻造仙兵最为厉害的势力，没有之一。而仙兵山庄每一年都会举行一次狩猎，这个狩猎对大千上界所有小辈开放，但是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年龄不得超过100岁的小辈，超过这个修为是无法进入其中的。第2个条件必须是界灵师，因为在那里面武力会被封锁，能够使用的力量只有结界之力。这个狩猎根据狩猎的标准会排出名次，名次越高奖励越高。我听闻这个奖励便是各种珍贵的材料，而若是能够获得第1名，更是能够获得一把仙兵山庄所锻造的半成仙兵呢。算一算时日，这个由仙兵山庄举办的狩猎好像快到了。算一算路程，你现在若去的话，时间上来得及。宋喜说道。还真是来得早不如赶得巧，这场狩猎简直就是为我准备的。得知此事，楚风颇感欣喜，这对于他来说倒的确是一个机会。楚风，这么说来你是要去？宋喜问道。当然，现在就去。楚风说道。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这一刻。宋喜欲言又止，楚风一眼就看穿了宋喜的心思，于是问道。你是想与我同去？嘿嘿，其实我一直想去见见世面，这次的确是次机会，你能带我一起去吗？宋喜问道。当然可以。楚风爽快应道。那我们现在便走吧。宋喜竟比楚风还要急切，毕竟宋喜是一个喜欢在外闯荡之人，只是因为他母亲的病才回到家乡，而现在他母亲的毒已经被驱除，并且又有静怡照顾，宋喜终于可以放心的出去了。宋喜，其实有一件事一直想与你说，我劝你还是带着你母亲搬离此处吧。忽然楚风说道。为何？宋喜目露不解之色。那赵府之人有些愚钝，简单的说，他们很没脑子，我怕我对他们的威胁未必有用，若是他们胆大妄为，日后报复你们母子，那你们怎么办？楚风说道。天下间没有不可能的事，尽管赵府在楚风眼中不堪一击，可楚风却依然不能确定，当他离开后，宋喜与其母子是否会遭到报复。毕竟楚风经历过被仇家灭门的惨事，所以对于这方面倒是颇为小心。但是楚风又不能因为担心宋喜就灭掉赵府所有人，这不合情理。更何况楚风也是从宋喜口中得知赵府的小公子是泰山门的弟子，所以就算楚风真的灭了赵府，那么赵府的小公子一定不会放过宋喜。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宋喜母子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楚风，实不相瞒，若是可以走，我早就走了，只是我母亲她死活不肯离开此处，要在此处终老，我不能不尊重她老人家的意愿。宋喜说道。若是这样的话，却也还要以防万一，你若不介意，我在你家住处布置一座守护阵法。楚风说道。若是这样，那自然最好，只是又要麻烦你了。宋喜说道。并不麻烦。楚风笑着说道。虽然嘴上说着不麻烦，可是楚风布置的这座守护阵法却是耗费了楚风不少精力。为了以防万一，楚风布置了一座极强的防御阵法。这座阵法平日里是无形，旁人根本看不到。有了这座阵法，宋喜的家便只可出不可进，若想进去，必须有相对应的结界钥匙才行，否则除非是真仙境的修武者，否则休想莫说破开这座守护阵法，反之还会被这守护阵法所伤。楚风，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此刻宋喜手中捧着楚风给他的结界钥匙，眼眶又红了。行了，咱们出发吧。楚风笑着说道。随后楚风便与宋喜前往了那所谓的仙兵山庄。大千上界修武高手很多，自然而然的强大的界灵师也是有着不少。在这里莫说仙袍界灵师，就算尊袍界灵师也有着不少，所以界灵师所组建的势力
在大千上界有着不少，有的势力善于布置阵法，有的势力善于疗伤，有的势力善于制丹，而仙冰山庄可以说是大千上界上练兵最强的势力。正因如此，仙冰山庄受邀成为了星陨圣地的贵宾，是贵宾而不是附属势力。也就是说，仙冰山庄受到星陨圣地的保护，却无需向星陨圣地缴纳任何贡品，而能够得到星陨圣地如此厚道的待遇，也足以证明仙冰山庄的厉害。经过一番赶路，楚风与宋喜二人终于从远古传送阵中走了出来。这里明明距离仙冰山庄还有一定的距离，可是却已经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楚风能够感觉到，在这人群中，真仙强者很多，比他实力强劲的人着实太多了。但是有一点，那些人都是活了无数岁月的修武者，至于100岁以内的修武者，大部分都是无足境，倒是少有人能与楚风匹敌。这便是星陨圣地所掌控的领地，果然不一样啊！此刻，宋喜一脸的兴奋，那个激动的模样，就好像农村的人终于来到了城池之中一般，看到的一切都很新奇，甚是激动。你难道没来过这里？楚风问道。按理来说，宋喜也是走南闯北的人，不应该这般才是。嘿嘿，实不相瞒，这星陨圣地我还真没来过，这是第一次。因为这星陨圣地的领地可以说是这大千上界上除了楚氏天族的领地外最尊贵的领地了，所以当初我便计划最后再来这星陨圣地，只是奈何还没来得及过来呢。我母亲便病了。宋喜说道。这么说来，你对这里也不熟？楚风问道。的确不熟，不过我早有准备。宋喜将一个卷轴递给了楚风，楚风将卷轴打开，发现这是一个地图，这个地图便是星陨圣地所掌控的所有领地的地图。通过这地图，楚风看得出来，星陨圣地所掌控的领土面积很大，而此刻楚风与宋喜只是在星陨圣地所掌控的领土之上，而并非是在星陨圣地。眼下他们所在的位置距离真正的星陨圣地实际上还很远，但是距离仙冰山庄倒是很近。你想去星陨圣地看看吗？楚风问道。既然来了，当然想去参观一下，据说那里可是人间仙境。宋喜一脸期待地说道。这么说来，那星陨圣地比此处还美？楚风扫视四周说道。此处的景色已是极美，草木茂盛，蓝天白云，奇花异草，遍地都是，还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尤其是不远处的一片山脉，更是引人入胜。那座座山峰直通天际，穿过云端，一条条银白色的瀑布飞流而下，如白龙入海，气势逼人。再加上那紫色的雾气，宛如云海一般，弥漫于浩瀚山脉之中，倒是将那山脉衬托得如梦如幻。虽然此处已是极美，但是大千上界如这样的景色其实很常见，可是星陨圣地的美景在大千上界却是独一无二的。宋喜很是确定地说道。这么说来，还真要去长长见识，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先去仙冰山庄。楚风说道。虽然此刻他们已经身在星陨圣地的领地，可是以他们现在的位置来看，星陨圣地位于他们的东南方，而仙冰山庄则是西方，这是恰恰相反的两个目的地。楚风担心，若是先去星陨圣地，再折返到仙冰山庄，时间上来不及，咱们先去仙冰山庄，毕竟正事要紧。嘿嘿，宋喜笑道。就在这时，远处一道长虹自山脉的方向飞掠而来，那是一位修武者。大家快跟我走，我听闻消息，星陨圣地的圣女大人正在紫云仙峰修炼，大家快去随我一饱眼福啊！那位修武者还未靠近，便冲着楚风这个方向大喊一声，他的声音很是响亮，如雷鸣一般，震动八方。说完此话，他又调转身形，向远处那座紫雾萦绕的山脉飞掠而去。下一刻，此处的人群便炸开了锅，所有人都是拔空而起，向那山脉飞掠而去。楚风，快，咱们快去看看！这一刻，宋喜也是激动的大喊起来，甚至还推着楚风，想让楚风过去。而当宋喜的手碰到楚风的时候，楚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家伙的身体都在颤抖，他竟然激动成了这个模样。此刻，楚风也是随波逐流，跟随着众人拔空而起，一同向那山脉飞去。但是楚风心中充满好奇，于是笑着对宋喜调侃道：“宋喜，那所谓圣女是何方神圣，竟把你激动成了这个样子？”楚风，你有所不知，星陨圣地会挑选出星陨圣地之中天赋最强的一男一女，这男子被誉为圣子，女子则被誉为圣女，而圣子与圣女其中定有一人会成为星陨圣地未来的掌教，另外一个也将在星陨圣地获得要职，并且身份地位将仅次于幸运圣地的掌教。原本星陨圣地是有一对圣子圣女的，那对圣子圣女若是现在还活着的话，大概也快有1000岁了。但是在63年前，他们两个突然消失了，音讯全无，生死不明。为此，星陨圣地只能重新选出圣子与圣女。在63年前，新的圣子宋云飞被选出来了，可是圣女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终于在10年前，新的圣女被选了出来。但是新的圣女选出后，却始终没有露面，没有人见过圣女的真容。直到1年前，星陨圣地新一代圣女才终于露面。星陨圣地圣女露面之际，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各方小辈都到齐了，就连那些天赋异禀的妖孽级天才们，也都是纷纷到场。尤其是男子们，更是翘首以盼，因为星陨圣地的历代圣子与圣女，不仅天赋卓越，那容貌也是非凡。倘若每个年轻男子的心中都有一个梦寐以求的女子的话，那么星陨圣地的圣女便是大部分心中的这个人。而据说星陨圣地这最新一代圣女更是美若天仙，其容貌之美可以说是星陨圣地历代圣女之最，就连当时在场的诸多妖孽级天才也是被其深深吸引。从此，星陨圣地的这新一代圣女被誉为大千上界3大美女之一。而现在，圣女就近在眼前，我们岂能错过？
宋喜越讲越激动，话到此处之时，他的口水都快要流了出来。哈哈，看你这点出息！楚风毫不留情地嘲讽着宋喜。而就在二人闲聊之间，他们已经跟随着众人进入了山脉之中，来到了一座山峰之下。这座山峰直入云端，是这片山脉最高的一座山峰。但是透过天眼，楚风能够看到，在那山峰之巅有着一座殿宇。听旁人的议论，楚风得知那个所谓的星陨圣地的圣女就在那殿宇之中。只不过那殿宇加持了结界，所以哪怕楚风动用天眼，也无法看穿那殿宇。并且楚风注意到，这座殿宇之外还有着一重结界，那结界是无形的，可能够阻挡人们靠近。有那结界在，莫说人们进入殿宇，就连靠近那山峰之巅也是休想。除了结界外，在那殿宇的四周分别站立着8位老者。这8位老者倒是让楚风心神一动，因为他们8个竟然长得一模一样。他们8人皆是一袭洁白如雪的长袍，并且面色冰冷，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仿佛没有一丝感情。若不是风吹而过，掀起他们的长袍以及白色的胡须，怕是人们都会以为他们是雕像呢。楚风虽然感觉不到那8位老者的气息，可楚风却能够猜到，这8位老者绝对是非常恐怖的存在。恐怕在场之人也是看到了那8位老者，才没有人敢擅自掠上山峰的，因为他们也都怕，不仅是怕那8位老者，更是惧怕星陨圣地。传闻果然是真的，既然星陨8仙在，那看来星陨圣地的这位圣女也定然如传闻一般，是美若天仙了。看到那8位老者，宋喜更加激动了。此话怎讲？楚风问道。因为传闻星陨圣地的这位圣女就是由星域圣地的星陨8仙守护着。宋喜说道。这星陨8仙是何来头？怎么长得这么像？楚风问道。当然像了，他们可是亲兄弟，是8胞胎。宋喜说道。8胞胎？楚风一惊，心想这母亲也太能生了吧。这星陨8位在大千上界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因为他们不仅仅是8胞胎，更都是5仙境的强者。宋喜说道。5仙？听得这2个字，楚风也是肃然起敬，他终于知道为何在场之人这么惧怕上方的8位老者了，就连说话都是低声细语，没有人敢大声喧哗。真仙之上是天仙，天仙之上为5仙，那可是一个非常强横的境界。至少楚风在他们的面前不堪一击。尽管人们只能在山峰之下根本看不见那圣女，可是来到此处的人却是越来越多。女子看看热闹便走了，但男子却几乎没有一个愿意离去，就仿佛能够近距离的与那圣女相处片刻，对他们来说也是莫大的荣誉一般。若是我能见圣女一面，就算死也是值了。不少人发出这样的感慨，甚至有不要脸的竟然探着鼻子去嗅，就像是能嗅到那圣女的体香一般。全都给我让开！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忽然自楚风等人身后响起，顺声望去，只见几十名男女正自远处踏空而来。这些人也都是小辈，一个个面容姣好，穿得更是华丽，修为也是相当不错。尤其是为首的那位男子，他的修为竟是4品真仙。至于其他人，大部分也都是真仙境，以1品真仙居多，但也有个别几位未达真仙境，但却也是5祖巅峰。虽然这些人普遍修为都很强横，并且也皆是小辈，可年龄却比楚风大得多。据楚风观察，这些人虽然还都是100岁以内的小辈的身份，可却也即将抵达100岁。当然，修武者的寿命多则万年，少则也要几千年，区区90几岁的年龄，对于修武者来说可谓是相当的年轻。他们虽然比楚风年长，但是对于整个修武世界来说，他们可都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简直就相当于未曾修武者的孩童一般大小。而当人们看清这些年轻的男女之后，所有人都是赶忙退让到两旁，为他们让出一条路。不仅如此，楚风注意到在场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挂满了又惊又怕的神色，甚至有许多人都不敢再看他们。当那些人靠近后，纷纷低下了头，因为这些男女的腰间都挂着一个相同的令牌——楚氏天族。这些年轻的男女皆是楚氏天族的人。哟，楚氏天族的小崽子们还真是好大的阵势啊！这一刻，女王大人撇了撇嘴，美眸之中流露出了厌恶之色，因为他很清楚，若不是因为这些人是楚氏天族的人的话，只凭他们的修为，根本不可能让在场之人这般惧怕。楚氏天族楚宪硕听闻圣女在此修炼，不知能否有这个荣幸与圣女一叙。为首的男子穿过人群，抬头抱拳，对上方说道：“原来是楚氏天族的诸位少爷小姐，我家圣女说了，有请诸位少爷小姐上来一叙。”那山峰之巅，星陨八仙的其中一位开口说道，他的声音具有强劲的穿透力，这倒也是正常。根据楚风观察，那守护山峰的无形结界不仅具备阻隔的力量，还能够隔绝声音，也就是说，这位星陨圣地的长老必须动用特殊的手段，才能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而听的那位长老的话后，那楚宪硕的嘴角也是扬起一抹得意的弧度，随后便与楚氏天族的众位小辈拔空而起，掠上了那山峰之巅。因为对方阴郁，所以他们并没有受到结界阻隔，成功的掠上了山峰之巅。这一刻，下方的众人一个个都羡慕坏了，尤其是男子们更是将那种羡慕毫不掩饰的表现了出来。到底是楚氏天族，哪怕星陨圣地的圣女也要给几分面子啊！尽管是低声细语，可楚风却也能够听到他们的交谈。所有人都对楚氏天族的少爷小姐们充满了羡慕。听你这么说，平日里想见这圣女可谓相当之难。楚风问道。难？简直太难了，据说很多妖孽级的天才相见圣女都被拒绝了。宋喜说道。这么说来，这圣女倒是很有个性。楚风笑着说道。随后楚风便看向山峰之巅，随后对宋喜说道，好像楚氏天族的这些人也是被拒绝了呢。因为楚风看到楚氏天族的那些少爷小姐
虽然已经到达了山峰之上，可却也只是在山峰之上，并没能进入殿宇之中。尽管那无形的守护结界隔绝了声音，可是楚风通过对方的口型变化，也能够解读出他们的对话。楚氏天族的那些人只能在殿宇外与星陨圣地的圣女对话，哪怕是他们也无法进入殿宇。这一情况出乎楚氏天族众位少爷小姐的预料，所以此刻的他们脸色很不好看，尤其是那个叫做楚宪硕的男子。但是可能是碍于星陨八仙的实力，他们也并没有出言不逊，只能默默接受了这一限制。竟然真的被拒绝了呀！听楚风一说，宋喜也是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不免感到吃惊。哈哈，这个圣女还真是有趣，说是一续就只是一续，但却不与他们见面。这下楚氏天族的这些家伙傻眼了吧？看来楚氏天族的身份也不是对谁都有效的嘛。哈哈，此刻女王大人一脸的幸灾乐祸。不过楚风啊，话说回来，这下不妙啊，真是没想不到这楚宪硕又来了。宋喜以一种很是担忧的语气对楚风暗中传音道：莫非他们也是来参加仙冰山庄举办的那场狩猎的？楚风问道：肯定是啊，不然他们不会出现在这里。并且这楚宪硕可不是一般人啊，他不单单是楚氏天族当今小辈中一位赫赫有名的修武奇才，更是一位强大的戒灵师。但凡是他来参加这场仙冰山庄举办的狩猎，都会夺得第一名。他已经连续9年夺得这狩猎的第1名了。而除了他之外，楚氏天族的其他少爷小姐也都不是寻常之辈，他们都是修炼戒灵之术的天才人物。今年楚氏天族竟然来了这么多人，怕是要包办这场狩猎的所有名额吧？宋喜很是担心的说道。别替我担心，那狩猎还没开始，胜负还都未定。楚风笑着安抚道。此刻不仅宋喜在议论着楚宪硕，在场的许多人都在议论着楚宪硕。而从他人的议论中，楚风也是得知，这楚宪硕今年已是99岁，再过1年他就是100岁。严格来说，过了100岁便不是小辈，自然而然的，这楚宪硕也就无法继续参加这场狩猎。这最后一次参加，他自然是有备而来。毕竟只要这次再成功，他就将是连续10次获得这场狩猎的第1名。尽管9和10只差了一个数，但是质上却是有着区别的。所以楚宪硕很重视这次的狩猎。不过虽然已经知道这楚宪硕实力强横，可楚风却并不害怕，因为楚风从旁人的议论声中得知，这楚宪硕的戒灵之术天分虽然很强，可他应该也只是一位蛇纹级的仙袍戒灵师。虽然修为上，现在的楚风的确不如这楚宪硕。同为蛇纹级仙袍戒灵师，楚风并不觉得自己会败给他。所以既然身为蛇纹级的楚宪硕能够夺得第1的话，那么楚风觉得自己也应该有机会夺得第1才是。就在这时，在那山峰之巅，一道一束光芒忽然落下，最终落在了楚风的身上。突如其来的情况引得在场所有人都是一惊，就连楚风也是如此。因为那束光芒是星陨八仙的其中一位用掌心散发而出的。此刻那光芒只笼罩了楚风一人，楚风并没什么特殊的感觉，但是显然他已经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莫说下方的众人都用惊讶的目光盯着楚风，就连山峰之上那些楚氏天族的少爷小姐也正在用复杂的目光看着楚风。这位公子，我家圣女有请。此刻那位用掌心光芒笼罩着楚风的老者说道。什么？对于突如其来的话语，楚风有些发懵，看来是老夫说的不够清楚。既然如此，那我便说的再清楚一点。我家圣女看你有缘，所以他想见你一面。老者笑着说道。我家圣女看你有缘，所以他想见你一面。老者笑着说道。老者此话一出，顿时如同平地惊雷，于在场所有人的心中炸响。有缘？圣女竟然看他有缘？这一刻，无数道嫉妒的目光不停地在楚风身上扫动着，甚至楚风还收到了道道暗中传音，那些传音都来自在场之人，他们都在询问楚风是如何认识圣女的，也有询问楚风姓名的，更是有直接拍楚风马屁的，当然也有不知死活竟然威胁楚风的，要楚风不得对圣女放肆，否则要楚风好看，就好像圣女是他家的一样，着实让楚风无语。而就在这时，楚风忽然感觉身体自动飘起，他的身体便不受控制的向山峰之上移动，很快便来到了山峰之巅。落到山峰之巅，楚风近距离的看到了楚氏天族的那这些小辈，他们的目光非常的不爽，甚至楚风能够从他们的眼中看到深深的厌恶以及愤怒。显然自认不凡的他们被那位圣女拒之门外后，心情本就不爽，而现在竟然有人受到了圣女的邀请，这自然让他们格外的不爽。这位公子，请。就在这时，星陨八仙中的其中一位将殿宇的大门打开。有劳。楚风客气地对其抱了抱拳，随后便在众人那嫉妒与憎恨的目光中走入了殿宇之中。楚风刚进入殿宇，那门便自动关上了，而身处于殿宇之中，楚风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座殿宇竟比楚风想象的要大得多，它有很多个楼层。眼下楚风在第1层，这是一座宽敞的大殿，大殿之外有着13道门，但是每一道门都关闭着。大殿之内的装点与摆设很是星号大气，处处都有着庄重之感，但是不知从何处却散发着淡淡的香气，这股香气很是好闻，但显然也不是那个圣女的体香，应该是某种香料。总之身处这样的环境之内，倒是让人很是舒服。在下楚风受星陨圣地圣女邀请来到此处。楚风站在大殿中央，并未乱走，而是客气地抱了抱拳。然而楚风此话落下之后，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就好像这殿宇之内空无一人。无奈之下，楚风只好再度开口，可是这一次依旧没有回应。搞什么鬼？叫你进来却又不与你见面，是故意戏耍你，还是故意摆架子？楚风，去把他找出来。此刻女王大人有些不耐烦了，她觉得楚风是被戏耍了，因为先前楚氏天族那些人
明明还在与那位圣女隔着殿宇的大门交谈，说明她一定是在这里的。现在不出现，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她不想见楚风。算了，本来我也不想与她相见，不见便不见了吧。相比于女王大人，楚风倒是很无所谓。随后，楚风再度抱了抱拳，说道：“看来圣女是不想见我。既然如此，那在下便告辞了。”说完此话，楚风便向殿宇的大门走去。可是楚风发现他打不开这道门，并且无论他怎么敲门或是呼喊，外边的人都没有反应。他能够清晰地看到外边的人，也能够清晰地听到外面之人的谈话，但是殿宇外的人好像根本就看不见楚风，也听不到他所说的话。就这样，过了大概半个时辰之后，那道门才终于打开。只不过这门是由那位站在门口的长老打开的。当门打开之后，楚风能够感觉到几十道不善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楚风，如同无形的利刃一般，凝视着楚风，恨不得刺入楚风的身体，刺得楚风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对于这种冷冽的目光，楚风也并不感到意外，可能是因为楚风在殿宇内待了足足半个时辰，而这期间他们也曾试图继续与圣女交谈，尤其是那个楚宪硕，更是主动呼喊了圣女好多次，语气非常温柔，只是奈何圣女却一直没有回答，所以导致楚氏天族的这几位小辈此刻对楚风的恨意越来越浓。楚风甚至能够感受到一股股杀意，想必他们一定是觉得圣女只顾着与楚风聊天，从而忽略了他们。公子与我家圣女交谈的可还算愉快？长老对楚风笑着问道。其实他也一定感受到了楚氏天族那些小辈不善的目光，但是他却如同没有看到一般。这一刻，楚风淡淡一笑，说道：“你家圣女很有个性，哈哈，这个评价倒是有趣，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评价我家圣女。”那位长老淡淡的笑道：“若是没事，在下便告辞了。”楚风说道。楚风有些不耐烦，他觉得是被星陨圣地耍了，至少是被那个圣女以及这星陨八仙耍了。你叫什么名字？可就在这时，一道冷漠的声音忽然响起，是楚氏天族的那位楚宪硕。楚风。楚风回头说道：“知道了，走吧。”那楚宪硕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就好像楚风是他的奴隶，他对楚风可以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楚风倒是没有与他一般见识，而是准备跃下山峰，就此离去。宪硕大哥，你问他的名字干嘛？可就在这时，楚氏天族中有一名男子好奇地问道：“我只是想知道究竟是谁走了这个狗屎运而已。”楚宪硕讽刺地说道：“原来是这样，我就说嘛，宪硕大哥怎么会搭理这种无名之辈？”楚宪硕此话一出，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也是讽刺地笑了起来。他们不仅讽刺地笑着，还出言贬低楚风，甚至还用那讽刺的目光看着楚风，就像是在看待一个懦弱的废物。他们坚信楚风连回头的勇气都没有。面对他们的嘲讽，楚风只能像一条野狗一般尽快地逃走，因为他们是楚氏天族的少爷小姐，他们在大千上界有着令无数人敬畏的身份与地位。可就在这时，楚风的脚步却忽然停了下来。楚风离去的脚步忽然停下，让楚氏天族的小辈微微一愣，因为这出乎了他们的意料。而楚风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让他们惊讶不已。楚风转过身来，笑着看向楚氏天族的这些小辈。楚风并没有生气，他很是平静。狗屎运，你们莫非是在说星陨圣地的圣女是狗屎吗？几位长老，他们这可是对你家圣女的大不敬。说这话的时候，楚风又看向了星陨八仙。嗨，楚宪硕少爷，玩笑可以开，但还请你注意措辞。此刻，其中一位长老对楚宪硕说道：“前辈，在下对圣女绝对没有冒犯之意。”楚宪硕脸都绿了，赶忙解释：“对圣女没有冒犯之意，那就是冲我来的了。”楚宪硕话还没有说完，楚风便抢着说道：“可是在下与你无冤无仇，今日乃是第一次见面，为何要对我冷嘲热讽呢？该不会是因为你们想见圣女未能见到，而我却见到了，所以嫉妒了吧？因妒生恨，所以才抨击我。我若没猜错，你们是不是还打算对付我，收拾我？”楚风说道：“放屁！你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本事能让我们嫉妒？”这一刻，楚氏天族的众位少爷小姐皆是大怒，面对愤怒的众人，楚风则是淡淡一笑，说道：“有没有嫉妒？你们心里清楚。”说完此话，楚风便身形一跃，自那山峰之巅跳了下去。这一刻，楚氏天族的那些少爷小姐一个个咬牙切齿，眼中充满了愤怒之色以及杀意。楚风落下之后，所有人都将楚风围了起来，开始再度询问楚风。他们询问楚风，星陨圣地的圣女究竟是何模样？也有人问楚风有没有占圣女的便宜。然而楚风却根本不理会他们，抓着宋喜便想直接拔空而起，向仙冰山庄的方向行去了。楚风已经预感到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要对付他，所以他必须尽快离开此处。楚风，你见到圣女了吗？圣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宋喜显然没有预料到危机，此刻的他一脸激动地对楚风问道：“没见到。”楚风说道：“没见到，可是我们都亲眼看到你进入了殿宇之内啊。”宋喜很是惊讶：“你不信我？”楚风问道：“那倒不是，我怎么会不信你？”宋喜连连摇头，他并非不信楚风，只是很惊讶而已。明明是那圣女主动邀请楚风上去的，怎么又不见楚风呢？宋喜只是想不通而已。你知道星陨圣地的圣女叫什么名字吗？楚风问道。知道，叫做夏雨儿。这可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啊。宋喜笑嘻嘻地说道。看来就连圣女的名字也足以让他为之神魂颠倒。这夏雨儿可不是什么好人啊，你以后得离他远点。楚风小声对宋喜说道，倒并非是警告，更多的是在与他开玩笑。毕竟楚风看得出来，这宋喜对于那个圣女很是迷恋。那此话怎讲？果不其然，听得楚风这样一说，宋喜则是一脸的诧异。我被他摆了一道。楚风说道。摆了一道？宋喜更加迷茫了。他故意叫我上去，却根本就没有见我，他只是想让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对我心怀不满罢了。我也是从那殿宇之内出来后才感觉到的。
楚风说道：“不会吧？你与星陨圣地的圣女有仇吗？”宋喜问道：“我应该不认识她。”楚风说道：“那应该不能啊，星陨圣地的圣女向来都是温柔善良的，怎么会无缘无故就坑害你呢？会不会是你多想了？”宋喜说道：“我倒希望是我多想了。”楚风笑着说道：“当楚风从殿宇内走出来的时候，感受到那几道蕴含杀意的目光，就已经意识到不妙了。从那一刻起，楚风就知道楚氏天族的小辈要对付他。楚氏天族的小辈绝对不是只嘲笑楚风一番就会善罢甘休的，因为他们的杀意真真切切，他们是真的对楚风动了杀念。这也是为何楚风在山峰之巅面对他们的羞辱，没有忍气吞声，反而嘲笑他们的原因。既然对方已经明确的要与自己过不去，楚风便没有忍气吞声的必要了。只是那楚宪硕的实力要在楚风之上，所以楚风才带着宋喜尽快离开。楚风此刻的目的地就是仙冰山庄，他觉得既然仙冰山庄是这场狩猎的举办者，那么当他们抵达仙冰山庄之后，仙冰山庄应该会保护他们，至少不会让楚氏天族的小辈肆意妄为。当然，这也只是楚风的个人猜测，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仙冰山庄惧怕楚氏天族的地位，哪怕楚氏天族的小辈大开杀戒，他们也不管。但是眼下楚风没有别的选择，既然都来了，总不能白来一趟，无论如何都要到仙冰山庄一看。可是就在楚风赶路之际，忽然一股磅礴的威压自楚风前方出现，气势汹汹的向楚风扑来。在那一瞬间，风云变幻，狂风大作，一切来得太过突然，楚风根本来不及闪躲，也没有反应的时间。而当那威压笼罩到楚风之后，楚风便失去了御空之力，就连手指都无法活动半下。此刻楚风与宋喜就如同两片落叶一般，在虚空之上连连翻滚，最后又直落而下。只听砰砰的两声，二人便如同两块陨石一般，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之上，深深地陷入了地底之中。此刻楚风倒是没有感觉到什么疼痛，但是他很担心宋喜，毕竟宋喜的修为那么弱。于是楚风赶忙动用精神力去感应宋喜，所幸宋喜也并无大碍，看来出手之人并未打算伤害他们，至少现在还没打算伤害他们。果然是废物。就在此时，虚空之上传来阵阵讽刺的笑声。楚风虽然无法抬头，可是通过精神力却也能够查看到虚空之上的情况，是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先前在山峰之巅的所有小辈都在，而此刻用威压压迫着楚风的正是那个修为在4品真仙的楚宪硕。怎么会毫无声息的出现？莫非他们身上有至宝，隐藏气息，偷偷靠近的？一定是这样。该死，是我大意了。楚风有些后悔自己没有全力的赶路。事实上楚风已经有所准备，这一路上他的精神力一直是全开状态。正常情况下，若是楚宪硕他们追赶而来，凭借楚风的感应力，他是一定能够感应得到的。但是现在显然他失策了。他之所以失策，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楚氏天族的小辈凭借某种隐藏气息的至宝，悄无声息地追赶上了楚风。这一点倒是楚风没有想到的，毕竟在楚风看来，以他们那种心高气傲的本性，就算追赶楚风，也肯定是大张旗鼓、气势汹汹的追来，本不应该偷偷摸摸的。但不管怎么样，楚风还是失策了。因为自己的失策，楚风已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他失去了先机。因为是对方先出手的，所以楚风从一开始就被压制得死死的。现在的楚风只能任由对方摆布，甚至对方想杀他，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已经没有反击的余地了。小子，你是什么来头，竟敢对我们这般说话？忽然间，那楚宪硕的声音响起。这一刻，宋喜还趴在地上，可是楚风却从深坑之中漂浮了起来。这并不是楚风摆脱了那威压的束缚，而是那威压在操控着楚风的身体，让楚风得以站立在地表之上。而就在这时，楚宪硕为首的楚氏天族众位小辈也是从空中飘落而下，齐刷刷地站在了楚风的面前。所有人都用那不屑与嘲讽的目光在看待楚风，这种目光充满了藐视之意，简直不像是在看待一个人，更像是在看待一只畜生，一条狗，没什么来头。楚风平静地说道：“夏雨儿与你说什么了？你们聊什么？聊了那么久，他为什么要见你？你与他是什么关系？”楚宪硕问道。没什么关系。楚风说道。看来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啊。楚宪硕说完此话，手指对着楚风一点，一道金芒便自其手指掠出，化作一道利刃，直接刺向了楚风。鲜血喷溅，那金色光刃已经穿过了楚风的胸口。随后他手臂猛然下挥，那道穿透楚风的金色光刃便在楚风体内横扫而去。只见鲜血四溢之际，他已经将楚风的整个左肩以及左臂直接斩掉了。这并非寻常的攻击手段，而是特殊的攻击手段。虽然楚风身为真仙，肉身不灭，可是面对这种特殊的攻击手段，却也能够给楚风带来意想不到的痛苦。但是楚风却连一声都没有吭。看来你倒是一个硬骨头。楚宪硕眉头微微皱起，有本事放开我，咱们公平对决。楚风说道。哈哈，放开你？公平对决？你凭什么？就凭你那一品真仙的修为，你凭什么与我对决？本少爷一口唾沫都能将你淹死。楚宪硕讽刺地说道。看来你是不敢了。楚风淡淡的笑了笑，相比于楚宪硕的侮辱，楚风的这抹笑容讽刺之意更浓。下一刻，那金色光刃再度刺入了楚风的体内，可是楚风却依旧面色不改，莫说叫一声，就连眼皮都没有动过一下。很好，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能硬到什么程度。楚宪硕眼中杀意弥漫，手中的金色利刃不断在楚风的身上穿透而过，一次、2次、10次、100次、1000次。楚风那原本完好的肉身，眨眼间便被他刺成了一个人肉筛子。但是楚风却依然叫都没叫一声。不仅没叫，楚风反而冷笑地看着楚宪硕道：“你就只有这么点能耐吗？你好歹也让我给感受一下疼痛啊！想痛，成全你。”楚宪硕说话间，
取出一个瓶子，瓶子打开，对着楚风一扬，刺了。下一刻，楚风的身体便散发出绿色的气焰，楚风的肌肤都被燃烧了，那是一种特殊的毒液，能够带给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但是楚风依旧紧咬牙关，不喊不叫。可恶，宰了他！楚风宰了这家伙！女王大人在戒灵空间内无比愤怒地咆哮起来。尽管这种伤痛对于楚风来说不算什么，可是亲眼看到楚风遭受如此凌虐，女王大人怎能忍受？淡淡别急，虽然我们失去了仙姬，处于绝对的下风，可是她似乎很好奇，那圣女为什么要与我见面？只要我不说，她便不会杀我；只要不杀我，我便有机会逃脱。只要我能逃脱，今日的耻辱，日后必定10倍奉还。楚风对女王大人安抚道。而事实上，楚风的话也并非只是安抚，这是他的决定。不管对方是谁，胆敢这般辱他，楚风绝对不会轻易的放过他。可忽然之间，那道原本在楚风体内的金色光芒，竟从楚风体内抽离，直接刺入了宋喜的体内。呀！宋喜哪里承受得了这样的痛苦，顿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连眼泪都流了出来。住手！见这一幕，楚风赶忙大喝一声：“原来你的弱点在这里，看来你很在乎你的朋友啊！”看到楚风的反应，楚宪硕得意的笑了：“有本事冲我来！这件事与他无关。”楚风说道：“行啊，我可以不伤害他，但是你必须跪在我的面前，然后把我想知道的都告诉我。”楚宪硕对楚风说道：“楚风不能跪，怎么能向这种混蛋下跪？”女王大人说道。可是另一边，宋喜还在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这让楚风犹豫不定。他一方面实在不想向这楚宪硕下跪，因为他乃是楚氏天族的人，可另一方面，对于宋喜，他又不能见死不救，再不跪我就废了他的修为。楚宪硕对楚风威胁道：“我跪！”这一刻，楚风终于妥协。见楚风应下，楚宪硕的脸上终于流露出一抹胜利的弧度，只是他折磨笑容，笑的却是非常的恶心。跪吧！楚宪硕对楚风说道。而当他说话之际，楚风感觉到，虽然他的上身依然被对楚宪硕的威压所束缚着，可是他的双膝却已经可以活动了。是楚宪硕故意为之，为的就是让楚风自己主动的跪在他的面前。还不跪下，楚氏天族的其他小辈催促道。而这一刻，楚风也不再犹豫，下屈双膝，便准备跪在楚宪硕的面前。楚风向来看重尊严，但是为了宋喜，楚风决定暂时放弃尊严。虽然已经决定跪下，可楚风心中却很恨自己如此弱小，竟向这种人渣屈服。可是就在楚风将要跪下之际，一直有力的手掌却忽然拖住了楚风的左臂，将还未跪下的楚风给直接拖了起来。而当指大手拖住楚风之际，楚风能够感觉到自己那被威压束缚的身体已经彻底恢复了自由。侧目观望，才发现这是一位老者，而这位老者楚风认识，正是星陨八仙之中那位用光束将楚风带上山峰之巅的那一位。宪硕少爷，这位公子乃是我家圣女的朋友，能否给老夫个面子，放他一马？老者问道。虽然他这话说的心平气和，甚至有着些许恳求的意味，可实际上当这位老者出现之后，楚宪硕等人的脸色都是为之一变，他们慌了。当然，其实我也没有打算对他们如何，只是开个玩笑罢了。楚宪硕赶忙收回了那刺入宋喜身体的金色光刃。但愿如此。老者淡淡一笑，说道。不过我还是希望今后在我星陨圣地的领地内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否则老夫不好向我家圣女交代。晚辈明白，不会再难为他们。楚宪硕信誓旦旦地保证道。这句话老夫记下了，若是楚宪硕少爷违背诺言的话，可休怪老夫不念你楚氏天族的情面了。老者依然笑着，可是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那苍老的目光之中却散发出一抹寒意。感受到这抹变化的目光之后，包括楚宪硕在内的所有楚氏天族小辈都是身体一颤，更有甚者更是在这一瞬间便脸色苍白，大片的冷汗浮现出，想必他们也都被吓坏了。可是就在下一刻，只见那老者大袖一卷，他便消失了。与此同时，楚风与宋喜也是同时消失。可恶，区区星陨圣地的长老胆敢威胁我们，真是活腻了。当那老者走后，楚氏天族其中一位小辈才敢说道。他在的时候怎么不说这种话？楚宪硕问道。那位小辈一脸尴尬，因为他只要动一动手指，就能将咱们全部碾死在这里。今日之事，若不是因为我们是楚氏天族的人，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楚宪硕说道。那我们怎么办？就这么放过那小子？有人问道。楚宪硕冷然一笑道。这种蝼蚁大千上界多的是，我们想要除掉谁都保不了。记住，哪怕是在这星陨圣地的领地内，我们只要不杀他，也依然没有人敢对我们如何。楚宪硕说道。还是宪硕大哥聪明，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这一刻，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脸上都露出了一抹笑意。此刻楚风再度回到了那座山峰之上，只不过此刻山峰之下的人已经散去，因为雾气萦绕，山下的人已经看不到山峰之上的情况。楚风觉得可能是因为看不到山峰上的情况，人们便散了，当然也可能是星陨圣地的人将他们驱散了。总之此刻山峰之上，星陨八仙还在，而楚风与宋喜也还在。那位老者再度推开了殿宇的门，对楚风说道。公子请进。此刻楚风淡淡的笑了，他本来想说你家圣女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一股柔和的力量便将他推入了殿宇内，随后殿宇的门便关上了。而这一刻，楚风也是注意到，这殿宇第一层的大殿内已经并非空无一人，一名身穿白裙的女子正站在殿宇的角落，看着楚风。这名女子很美，可是她的目光却有着一抹戏谑的意味。是你？此刻楚风惊呼出声，声音中带着极度的不爽，因为这名女子楚风认识，她正是楚风在神山内所遇到的那名绝色美女。当看到这名女子的这一刻，楚风一切都明白了。没错，正是我。女子依旧面带笑意，
笑的还是那么甜美，那么迷人。原来你就是星陨圣地的圣女夏雨儿。楚风问道。他其实已经猜到了对方的身份，只是他还想要再确定一下。我说过你会知道我是谁的，你看你这不是已经知道了，根本都不用我来自我介绍了。夏雨儿笑眯眯的看着楚风问道，楚氏天族的那些人没有对你怎么样吧？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楚风冷漠的瞥了一眼夏雨儿，哟，你这话说的好像是他们对你如何，和我有什么关系似的。夏雨儿说道，和你没关系，是我本领不够。楚风说道，听你这么一说，我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夏雨儿妩媚一笑，颇为无奈的耸了耸肩，别兜圈子了，你到底有何目的？直说。楚风说道，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你知道你已经来到了我的地盘，所以神山之上你偷取我天地能量的账，你想怎么算？夏雨儿问道。我说过我日后会补偿你。楚风说道。日后是多久？夏雨儿问道。2年之内。楚风说道。我怎么信你？夏雨儿说道。你若不信我，也可以杀了我。楚风说道。你还真是有趣。罢了，就2年为期，你也不必非还我天地能量，给我等价宝物也可以。当然，什么样的宝物才算等价，那要我说的算。夏雨儿说道。行，就这么定了。若是没事，那我便走了。楚风说话便转过身去，准备离开。你来此处是为了仙冰山庄的那场狩猎吧？夏雨儿问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楚风很是冷漠。经过今日的事，楚风能够确定，这个所谓的圣女夏雨儿其实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子。这个女子很危险，哪怕现在她不杀楚风，也许也是另有目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楚风必须小心谨慎。今年仙冰山庄的狩猎场内有一只特殊的界灵兽，这只界灵兽的体内不仅有着足够夺得第1名的界灵骨，还有着大量的宝物，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是一只全身为红色、高达100米、长达1000米的界灵兽。它位于狩猎场的东南方向，进去之后一直走，走到最深处便能寻找到它。不过这只界灵兽的实力很强，蛮力很难胜它，它的弱点是在眉心处，一直攻打眉心处便可杀了它。夏雨儿说道。你这算是帮我？楚风问道。算是对于先前那个恶作剧的补偿吧。夏雨儿笑着说道。而他所指的恶作剧，自然是故意叫楚风与他见面，从而导致楚宪硕等人对楚风出手。若你说的是真的，我会来谢你。楚风说道。对了，再遇到楚宪硕他们，小心一点。尽管我让新一长老警告了他们，但是楚氏天族的小辈向来无法无天，尤其那楚宪硕还有着一些背景，所以我也不能保证他们是否还会对付你。夏雨儿说道。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楚风说道。说完此话，那殿宇的门便开了，楚风直接走了出去。而就在楚风刚刚走出殿宇大门之后，便感觉周围一阵模糊，是那位老者，也就是夏雨儿口中的新一长老。他此刻正带着楚风与宋喜在空中赶路，速度极快，令人啧舌。我家圣女就是孩子心性，其实她并无恶意，望这位公子不要太放在心上。新一长老对楚风说道。不管如何，倒还要多谢前辈今日出手相助。楚风说道。哈哈，老夫出手，倒也是我家圣女的意思。新一长老说道。晚辈知晓。楚风说道。楚风很清楚，新一长老是受夏雨儿的命令才去帮他，但不管怎么样，多亏他及时出手，才避免了向楚宪硕下跪，这对楚风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恩情。好了，下方便是仙冰山庄了，老夫就送你们到这里。2位公子，来日方长，他日再会。新一长老对楚风与宋喜抱拳说道。楚风与宋喜一同对新一长老抱了抱拳，而那老者也是再度冲楚风与宋喜抱了抱拳，这才转身离去。我的天啊，那可是星陨8仙之一啊！他不仅亲自为我疗伤，竟然亲自送我们到仙冰山庄，还对我这么客气。要知道，这可是我之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可是现在居然实现了。楚风，你也太有面子了，我这可都是托了的福。此刻，宋喜又激动又兴奋。至于之前楚宪硕给他造成的伤势，也早就被痊愈了。好好修炼，以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楚风说道。我的话还是算了吧，我的天赋如何，我心里很清楚。若是踏上真仙，我还是有些信心的；但若是天仙的话，我连想都不敢想，就更别说是武仙了。宋喜笑着摇了摇头。虽然说这话的时候，宋喜是笑着说的，但是楚风却注意到宋喜的眼中有着某种失落。他是一个修武非常刻苦努力的人，楚风知道他的心中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够达到更高的修武境界，那并非是想要受人敬仰，想要受人尊敬，而是单纯的向往修武的更高境界而已。修武一途，天赋的确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机缘造化。我觉得你的机缘造化还没到，但迟早会来的，不要气馁，一定要坚持，不然属于你的机缘便永远也不会来。楚风对宋喜鼓励道。我一定会坚持的。宋喜哈哈笑了，看来楚风的这番话倒是成功的激励了他，至少给了他自信。随后楚风便与宋喜飞落而下，来到了仙冰山庄。仙冰山庄竟然真的只是一个山庄，并且各种建筑也很是古朴，甚至有些破败。不过仙冰山庄却很大，并且待人也很友善，几乎给所有来参加狩猎的人都准备了住处，哪怕是亲朋好友也都有热情的招待，丝毫没有大势力的傲慢。这一点令楚风很是满意，因为修武者的世界如仙冰山庄这样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在见识过楚氏天族那些小辈的横行霸道之后，仙冰山庄这种待人之道便更是显得可贵。